到说，哎，我肩膀疼了好几年，会不会长出骨刺或者变成关节炎？这个担心啊也很有道理。长期的这个肩关节问题得不到改善啊，确实可能拒发这种其他的改变。它的路径就是发展那个路程就是肩袖损伤，导致这个肩关节不稳，肩关节不稳，它就肱骨头距肩缝就会撞击，就叫易穿撞击。撞击的时间越来越长，就会形成继发性的骨刺形成，就骨质增生。然后骨质增生呢，进一步就会加剧这个关节的磨损，尤其是软骨的磨损，就继发成我们俗称的骨关节炎，也叫肩袖关节病。这个主要一个时间段就是个早期啊，已经有疼痛无力，但是结构基本还比较好。中期就是肌腱撕裂不断的扩大，开始的肩关节就不稳定了。到了晚期就是软骨开始磨损，骨关节也形成了。但是这个好消息就是这个过程啊，它比较缓慢，它可能需要好几年的过程，才能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及时干预，就完全就可以不让它发生在晚期，在早期就阻断这个进程的链条。所以建议定期啊就要评估一下，一般就是每半年吧，评估一下这个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呢、功能变化了，这样的话就事半功倍了。有的中老年朋友就提到了说，我朋友们都说肩周炎就是要多甩胳膊拉单杠，我是要该听他们的吗？这块您怎么看呢？这个就不要这个盲目的这种跟从啊，这也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误区之一吧。如果是肩周炎，就是说的动节肩，急性期的暴力拉伸，会加重这个关节囊的这个炎症，甚至导致这个粘连更严重，甚至应该是在这个无痛的这个范围内啊，做这种温和的、持久的拉伸。比如说钟摆运动，不要做画圈运动啊。如果是个肩袖损伤呢，拉单杠、甩胳膊，相当于就是在已经磨损的绳子上再用力拉扯，这个就会有可能会直接导致本来一个小的撕裂，就会造成一个全程的撕裂。正确的方法就是先明确诊断，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再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还是遵循那个原则，无痛原则。疼痛就是你身体发出了一个停止信号啊，不要盲目的跟从啊。那接下来再问到您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哈，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看我平时也贴了各种膏药，我也经常热敷，我当时是感觉舒服点了，但是呢一直没彻底好，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呀？你要遇到这个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情况了。就是膏药热敷，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啊。主要是一些短期的缓解一下肌肉这个紧张和一些浅表的一个炎症。它深部的一些撕裂的肌腱啊，或者关节内的这个粘连啊，是无法修复的。如果你尝试了2到3周或者4周，说明问题就不在表面啊，而在深层结构。所以建议就是到医院，医院会通过这个手法检查或一些超声的检查或者核磁，也可能会需要一些物理性的治疗，或者康复师训练啊，最好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治疗。如果拖延成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治疗成本和时间就会增加，得不偿失。有的观众说，我肩膀疼，我有没有适合在家就能做的这样的安全锻炼啊？有是有，但是必须要遵循这个安全第一，无痛还是无痛为戒的原则。急性期钟摆运动，就是弯腰，健侧手扶着这个桌子啊，患侧手臂啊，自然下垂，就像那个咱们以前那个钟表一样，老式钟表一样，左右摆动，画圈也不能画整个圆啊，每个方向就是10到15次。然后就是毛巾操，就是双手背后啊
抓这个毛巾的，就像两端，降车手啊向上拉，带动换车手啊向上移动，也是这个无痛范围内。缓解期啊，就是医生要常给这个病人说的爬墙，就是面对墙啊，手指往上爬，就像这个攀岩运动一样，这是就往上一直到轻微的疼痛，然后保持几秒钟，这叫爬墙运动。然后还是那个肩胛骨这个后缩，就是扩肩运动，其实就是坐姿向前向后向下挤压，感觉这个肩胛骨啊向中间这个靠拢。还是那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还是咱们一直强调了，每个动作都要在这个无痛或是轻微牵拉感的范围内进行。观众如果突然引起剧痛了，立马就要停止啊。那比如说哈，有的观众朋友们也问到了，说我在饮食上有没有吃什么能够对肩膀恢复有帮助呢？饮食是康复的一个后勤保障，虽然不是直接治病啊，但也至关重要。还3大营养重点吧，就是优质蛋白啊，它属于这个修复材料，就是基础。每天保证啊，1个鸡蛋1杯奶，2两瘦肉或者鱼。中老年人尤其需要啊，预防这个肌肉啊流失。还有吃一些还是一些抗炎的食物啊，消除这个炎症的一些症状。多吃呀三文鱼、坚果啊，富含这种脂肪酸的。还有要吃一些这种彩色的蔬菜水果。它是有抗氧化效果的。少吃这个油炸的甜品，或者是大量的这个红肉啊。但是骨骼也需要营养啊，骨骼就是钙，钙制品，什么牛奶啦、豆制品啦、绿叶的菜啦。威力就是晒太阳啊，每天晒太阳15分钟，或吃一些蛋黄啦、肝脏啦。简单的口诀就是，每餐得有蛋白，顿顿得有蔬菜，油炸的甜食啊要少碰啊。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有一些观众朋友问到了，说，什么情况下我的肩膀疼，必须要马上看医生，不能再拖了？也是有几个这个7大的几个红色警报哈。出现这个任何一条就立马就医吧。就是外伤，第一个就是外伤，摔倒或者车祸撞击，肩盘剧痛，畸形，完全呢不能动。第二个就是夜间啊突然疼醒了，休息时也疼，疼到无法就睡眠，吃一些止痛药也无效，然后几天内突然我这个功能丧失了，我做不了日常的一些生活了，比方是头过顶了，摸不到后背了，不能梳头了，还有就出现一些神经症状，就是手臂和手指这个麻木、过电感了、无力。还有就是局部的一个表现，就是肩关节的一个肩膀的一个红肿、热痛，皮肤发烫，温度升高，全身就是发烧，盗汗，这个无力。如果这个疼痛超过1个月，这种症状超过1个月，休息后也没有什么改善，建议就及时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啦，或者治疗。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以上的耐心解答哈，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对疼痛的感知可能越迟钝，有时候不疼但无力，或者说不疼但活动受限，反而是更危险的信号。定期关注肩关节功能变化，比单纯关注疼痛更重要。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哈，想请您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预防的角度，给我们电视机前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观众朋友们一些具体的，或者说可以立刻执行起来的建议，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我们宝贵的肩关节。好的，我一直坚信啊，预防永远是性价比最高的治疗。
呵护肩关节啊，应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营养为基，坚持这个均衡饮食。第二个就是姿势为本，避免这种长期的不良姿势。尤其对于中老年人啊，选择一些冲击力小的全身运动，太极啦、游泳。然后第4点就是管理好这个基础疾病，控制一些糖尿病啦、甲状腺疾病啦这些，因为这些代谢性疾病已经被证实是增加这个肩部疾病发生风险的重要因素。今天和刘医生的这场深度的对话，我们完成了一次从普遍认知误区到科学防治观念的系统梳理。我们不仅厘清了冻结肩和肩袖损伤的根本区别，以及咱们中老年人需要警惕的那些不典型的隐匿信号，营养支持和日常预防的重要性也贯穿始终。让我们最后再回顾一下今天最核心的信息。肩痛原因多，诊断需精准，警惕隐匿信号，尤其关注无力感与活动受限。治疗康复需科学，非手术方法系统全面。营养是基础，预防是关键。出现警报信号，务必及时就医。再次感谢刘志鹏医生带来的如此权威、详尽又贴近咱们老百姓生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学习科学知识，守护您和家人的长久安康。我们下期再见。